你的身体里可能寄居着一个外星人。中国古代最早的医学典籍中记载了一个现代解剖学至今未能发现的人体器官，但却没有一个医学家敢笃定地说这个器官不存在，因为中国古人正是靠它发明了中医学。最诡异的是，这本书籍清楚记载了人体内的第二套生理系统，也就是一个寄居在我们体内的藏象人。藏象人到底是什么？现代科学又是如何解释的呢？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在《黄帝内经》中明晃晃地记载着经络这些关键词，稍微了解一点点中医的人都知道，这些东西是我国古代医学的基础。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伴随着解剖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地发现，原来中医中的经络其实在解剖学中根本找不到对应的位置，或者说起码目前的解剖学是无法证实这些经络的存在。有人可能认为这是因为中医与西医不同，讲究内调，而且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不懂解剖，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国古代的解剖学也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的。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就写过一个叫于父的解剖高手。《黄帝内经》的灵枢经水篇一篇中就明确记载了古人解剖尸体的过程，并且内经中的多个篇目都对人体内部器官有着详细的描述，而且与现代解剖学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所以说我国古人也是很擅长解剖的。可为何偏偏弄出了一套跟解剖学好像不怎么搭边的医学体系呢？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或许答案就会变得明晰起来。因为经络所在的这套生理系统对应的结构根本就不是为了解剖学而服务的，而是服务于藏象系统。《黄帝内经》中对于藏象系统的说法并没有太多，但是也足以可见一些端倪。比如说书中提到一个生命的内部可能还潜藏着另一个生命，这话听着很玄乎，但是用现代术语来说，其实就是说人的生命里有像寄生虫一样的存在。试想一下，在当下众多的科幻电影中，的确有很多电影描述了人与其他生命共同生活在一具躯体之中的场景，但大多数的电影强调的是，像寄生虫那类的生命形式是必须依附于人类的机能的。换言之，在这一共同的生命体中，人类占据了上风。可在中医看来，实际上是寄生的生命体，也就是藏象系统占据了上风，它们本就可以脱离人这一具躯体的存在，而与之相关联的则是28星宿。那么在中国古人的眼中，这套生理系统究竟是如何的呢？《黄帝内经》对这套生理系统有着相当简短但却清晰的表述，它是以五脏为核心，以经络为辅助，以天地之气为自身能量的高级智慧生命体。具体来说，五脏的位置大抵在人体的中部，也就是腰部的位置，它的形状酷似一个年轮，因而在中医里又被称为生命之轮。在这个年轮的中心就是心脏，五脏之间都是由经络相连，由此构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网络结构。乍一听，人体就好像是一个中心，然后发散出来的纤维组织形成的存在，这跟解剖学中立体的人体是完全不同的。可它的确是《黄帝内经》中所描述的实实在在的我国古人关于人体生理系统的解释。中国古人可能发现了寄生在人体内的外星生命。中医指出，人体中有第二套生理系统，也就是藏象系统。《黄帝内经》就提到了3000多次。奇怪的是，现代科学直到现在都没有在人体中找到这套系统的存在，但是中医却用数千年证明藏象系统绝非虚构。为什么这么说呢？相传在50万年以前，一群名叫藏象人的外星人来到了地球，他们见这个地方如此的适合生命的发展，便决定在此处繁衍生息。但是他们繁衍生息的方式有些许的不同，藏象人并不打算以纯粹的肉体形式在这个星球上生存着，而是打算与刚发展的人类一道成为生命共同体。在藏象人的介入下，人类的基因由此发生改变，而这共同的生命体就是中医的研究对象。根据这一对象，中医发展出来了一套关于潜在生命体的生理系统，这就是藏象生命系统。现如今的解剖学所能发现的不过是表面的人类生理系统，而无法证实藏象生理系统。但在中医里，两套系统实际上是一直共存的，它们共存的状态就被称为阴阳。阴阳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并不陌生，别说医学讲阴阳了，就连普通的思想家、教育家都会讲阴阳。
最著名的莫过于老子、庄子等人了。这也足以说明阴阳是古人关于生命形式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那么医学中的阴阳又是如何呢？在《黄帝内经》中讨论阴阳的篇目大概有140多篇，而整本书不过也才160篇。再细化一下就会发现，阴阳这个词大概是出现了3000多次。这也是说，一旦离开了阴阳，《黄帝内经》根本无法成立。关于阴阳，《黄帝内经》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明，那就是阴阳这个说法就是用来描述生命共同体的。试想一下，阴阳这一词本身就是一个共生词，阴阳必须是相互作用、相互存在的，任何一方都无法脱离另一方而独立存在。生命共同体也是如此，少了任何一方都无法独立存在。具体来说，阴代表的就是解剖生理系统，而阳代表的就是藏象生理系统。解剖生理系统依赖的是地球的地表环境，和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而藏象生理系统依赖的却是地球之外的宇宙环境，即古人所谓的天。它所需要的物质不再是具体的某种存在，而是来自遥远星空的非物质存在。《黄帝内经》中就专门研究了地球之外的星球对人体的影响，也就是28星宿。过往的研究总是以为28星宿其实是一种迷信，可在《黄帝内经》看来，人们之所以误以为它是一种迷信，那是不知道它的针对对象是藏象生理系统，而非表面的人体生理系统。这也是为什么汉代的董仲舒就直接提出了天人感应一说，当时的人没有丝毫怀疑的原因。《黄帝内经》预言人类身上存在外星基因，人类的身体内藏着第二套生命体系，而我们一半是人类，另一半则是外星人。你敢信吗？这个看似脑洞大开的结论，在《黄帝内经》中还真有记载。根据人类一半是外星人，一半是地球人的说法，在宇宙生成的早期，其实存在着一种特别的生命体，它就是藏象生命体。这种生命体专门以其他的宇宙生命体为能量，寄居在其他的生命体之中，因而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居所，基本上就是哪里有能量，哪里就有它们的影子。乍一听，这种藏象生命体和寄生虫没什么区别，可从生物结构来说，这种生命体远比寄生虫要高级，因而它们有自我进化的过程。本来藏象生命体的日子也算是无忧无虑，奈何在6500万年以前，宇宙膨胀的速度突然开始加快，以至于到达一个临界点。随后由于宇宙爆炸，各个星际之间的距离开始变大，藏象生命体不得不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星球，开始固定生存，而这个星球就是地球。然而当藏象生命体来到地球的时候，他们猛然地发现这个星球上的生命怎么个个都有缺陷，个个都不能直接的寄生。但是为了生存，藏象生命体只能寻找办法来解决它。找来找去，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改造人类。在众多的生命体中，人类这种物种相对来说缺陷没那么多，捕食能力也强，是寄生的好苗头。因此在藏象生命体的一番操作下，人类被成功改造了，并且进化的越来越好。比如说拥有了基本的适应海洋生活的能力，又比如大脑的完全发育，让人可以在潜意识里与藏象生命体沟通。总而言之，藏象生命体算是把人类改造成了他们比较满意的模样。这也意味着人类其实已经从一个独立生存的种群变成了它的寄生工具，但这点对人类来说也不吃亏，毕竟藏象生命体已经纵观了宇宙的生成和发展，对宇宙的了解远远高于人类本身。万一哪天人类就直达了藏象生命体的精神世界，获取了它的全部知识，也不是不可能。那既然人类都是生命共同体了，为什么不能直接进入太空呢？原因很简单，虽然人类眼下与高级生命体共生，可本体还是地球的生命形式，没能进化成在宇宙间穿梭自如的生命形式。这实际上也是在要求人类下一步的进化目标就是成为高级的宇宙生命。不难看出，藏象生命体这个存在实际上是与中医做了个联动，但由于眼下人类的科学技术显然无法解释一系列的问题，不妨将其看作是一个可供思考的谜题。或许在思考这一谜题的过程中，人类最终能发现自身的生命之本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相信的是，生命的真相总会在某一天被揭开的。看到这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